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有这么一款 iPhone， 江湖上到处是它的消息，但它就是不现身。没错 ，Jeffrey 说的就是下一代 iPhone SE。2016年3月，苹果发布了 iPhone SE， 小屏经典设计和较低的定价使其收获了不少用户的关注，也使得不少用户在持续关注着该系列是否会带来后续产品。而在之后的2020年、2022年，苹果又分别带来了 iPhone SE 第2代和 iPhone SE 第3代。现在，随着时间来到2024年的上半年，关于更下一代的 iPhone SE 设备迭代，再次出现了新的消息。最新的一份爆料中公布了一组 iPhone SE 4的 CAD 渲染图，结合来看，全新的 iPhone SE 4采用了与目前 iPhone 系列一致的平直侧边框方案，且机身底部可见 USB-C 接口。这款新机是否会新增操作按钮？从这组渲染图爆料中暂时还不能确认，但结合以往的渲染图爆料来看， iPhone SE 4还是有望进行这部分升级的。操作按钮是一个可用户自定义配置的按钮，位于音量按钮上方，首次在 iPhone 15 Pro 上引入，并取代了静音开关。与此同时，更令人关注的还是全新 iPhone SE 4正面的屏幕设计细节。渲染图显示了一个带有缺口的屏幕方案，其中的缺口处应该就是 Face ID 组件的安置区域。也就是说，这一代的 iPhone SE 4将会正式取消 Touch ID Home 键。对于喜欢实体按键的用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回头去购买 iPhone SE 3。不过，在采用刘海屏的同时，新一代 iPhone SE 4可能带来屏幕尺寸的扩大。但照爆料中的说法， iPhone SE 4将配备一块 6.1 英寸的显示屏，机身尺寸为长 147.7 毫米，宽 71.5 毫米，厚 7.7 毫米，与 iPhone 13和 iPhone 14相似。对比来看，目前在售的第3代 iPhone SE 配备 4.7 英寸屏幕，机身尺寸为长 138.4 毫米，宽 67.3 毫米，厚 7.3 毫米。iPhone 14配备 6.1 英寸屏幕，长 146.7 毫米，宽 71.5 毫米，厚 7.8 毫米。就目前的爆料数据来看， iPhone SE 4与 iPhone 14的机身尺寸十分相近，但比第3代 iPhone SE 要更大更厚。在等 mini 尺寸的朋友建议别抱希望了。不过话说回来， 6.1 英寸放到现在其实也能称得上小尺寸了。同时，这款 iPhone SE 4后置了一个镜头，闪光灯组件与其横向排列于机身顶部。按照以往爆料中提到的说法，目前存在着2种摄像模块方案，即镜头和闪光灯同时被安置在一整个凸起的后摄模块中，或相机被单独安置在机身背板并向上凸起。这2种设计在以往的 iPhone 系列设备中都有所出现，但实际的新机搭载情况暂时还是未知。不过成像能力应该会有进步吧，比如说用上底更大、像素更高的4800万像素镜头。毕竟渲染图中的镜头开孔明显比 iPhone SE 3大了不少。至于大家心心念念的高刷，这么说吧，半年后的 iPhone 16标准版有没有高刷，都是希望渺茫。另外，这款新机的屏幕材质，目前行业内存在一定的争议，有爆料称大概率是 OLED， 小概率是 LCD。LCD 有点意思哈。现在安卓阵营基本看不到配置不错的 LCD 手机了。目前的 SE 系列手机是苹果唯一仍在使用 LCD 技术的 iPhone。要是新款 iPhone SE 能延续 LCD 屏， LCD 档可不得乐坏了。但所谓小概率究竟多小，咱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接近0呢？性能方面我觉得没啥好担心的， iPhone SE 系列向来有买处理器送手机的美誉。像2年前的 iPhone SE 3，虽然外观设计非常有年代感，但性能用上了 iPhone 13同款的 A15 处理器。所以说 iPhone SE 4至少得用 A16 吧，不然面子上也说不过去。顺便提一嘴，此前诸多传闻表明，苹果会在这款手机上首发自研 5G 基带，作为主力产品的试水，成功后将用在旗舰产品上。其实说了这么多， iPhone SE 4说白了就是 iPhone 13的小改款，并没有什么让人期待的新配置。但这个系列的吸引力本身也不是配置，而是价格。据悉， iPhone SE 4的设备定位是以预算为导向的，换句话说，就是主打一个价格亲民。基于此，全新的 iPhone SE 4在外观全新设计的同时，也有望带来较之旗舰系列稍低的定价。但与此同时， iPhone SE 4的较低定价也只是相对的。
参考现有的 iPhone SE 3来看，其起售价在429美元，但只有 64GB， 如果买一个 256GB 的常见配置，价格就到了549美元。而当时 iPhone 13的首发起售价是699美元。考虑到 iPhone SE 4这代设计，屏幕变化还挺大的，按照苹果的调性，肯定得加钱吧。根据之前的小道消息，新款 iPhone SE 可能并入 iPhone 16系列，定价可能在599美元。Jeffrey 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现在 iPhone 13的官方价格也是599美元。iPhone SE 4既然配置类似的话，这个价格写的也还算合理。当然 iPhone SE 4的到来还有些时日，至少得今年下半年，也有分析称要等到2025年，到时候老零部件的成本肯定会进一步降低，梦一个499美元起步也不是不可能。话说回来， iPhone SE 这条线 Jeffrey 越说越觉得它的可替代性也是挺高的。就拿 iPhone SE 4来说，要是能给个 mini 尺寸或者 LCD， 或者玩点别的什么新花样，那还有一定的独特性。但现在爆料的配置这么像 iPhone 13，那我为啥不直接买 iPhone 13呢？老机型还有各种渠道优惠，度更香。要是预算真不多，可以继续往上一代挑，反正旧款苹果手机也挺耐用的，系统维护也能跟上。就算是站在苹果的角度，低配 iPhone 的必要性也是越来越低。大家应该能感受到，这2年苹果越来越喜欢在关键配置上分个高低。长焦镜头、高刷、全天候显示都不是什么新技术，但就是不给标准版用。灵动岛也是隔了一代才下放的，到了 iPhone 15这一代，处理器也要分一个高低，目的很明显，让大伙觉得 Pro 版才能获得完整体验，从而进一步冲击高端。你还别说，效果显著。2022年的出货量榜单，标准版断层领先。到了2023年，前2位都是 Pro Max 版本。既然高价产品越来越赚，库克又为啥非得卖 SE 呢？对吧？综合目前的消息来看，外界对 iPhone SE 系列的期待都是希望其为终端市场带来影响，但结合以往的参数规格和定价来看，这样的情况似乎并不会轻易出现。当然，鉴于暂时还没有确切的官方消息出现，实际的新品情况如何还有待后续确认，感兴趣的用户可以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你用过 iPhone SE 手机吗？你觉得和 iPhone 13相似的 iPhone SE 有非买不可的理由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